今日大街上莽沟人突然发狂，肯定是被你下了咒。人有生老病死，天有不测风云。按你这么说，是不是走路摔个跟头都要赖我头上？你去！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到底搬不搬走？你要是不搬，我就烧了这医馆！烧了这医馆！你不妨试试。胡说！太吓人了！我倒数3声，你们所做过的噩梦，都会应验在自己的身上。3、2。巫女要下咒了，大家快跑！早就听说圣都有个巫女能窥梦医人，跟她闲聊几句，病就能治好。医者本就源于巫师，不过像他这种人，用巫术这种伎俩骗百姓的救命钱，哪天就是被烧死了，那也是活该。龙门赛取逾越龙门之意。参赛的盲沟贱民都是些天生贱种，比起我来不惜命，只管以武取悦诸位贵人，不论死生。比试者各代表红白双方，胜者及其子女可摆脱贱疾，分得田地，重获新生。下面有请2位盲沟双生兄弟一决高下。比试开始！正宫面色不佳，可是那夜不能寐的怪病还没医好。无妨。坊间都在议论，官拜右相的傅生君做了个梦就被赐死，实在亘古未有啊！只因做梦，他梦见的可是叛贼李克登上圣上上朝的战鹿殿。此时做这种梦，是狂中狂，忌中忌。哦，下官明白了，这圣上此举，意在杀鸡儆猴。多谢杜公体贴。圣上下令筹措的库储军饷，征收的如何了？此次军饷共征得85000两，还有不到4日，便可运到圣都。下官报上去8万两。你行事小心些，别留下什么把柄。下官明白。行了，左补阙郑远近来身体如何？听说他患了一种夜不能寐的怪病，看了好些医师也未见好转。我压白的，我也压白的。眼下最紧要的还是军饷的事。户部已经将账目上报给朝廷了，都粮差人唤我过去。事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。没有了盲沟贱民，还是双生兄弟打得有看头，没打死啊，可惜了。恭喜红方获胜，就此脱离剑劫，分得田地。叶新一，我是郑补阙府上的侍女。叶新一，郑补阙邀你到府上做客。今日不问诊，改日再来吧。叶新一，
正补阙邀你到府上做客。叶心怡，正补阙邀你到他府上去。你怎么？哟，原来你这只鹦鹉除了说那几个字，还会说别的呀？都这个时辰了，还要去府上，这价钱嘛……进来。郎主，叶心怡到了。你要的酒已经备好。正宫有几日未能入眠了？半月，一闭眼就醒来。为此，我寻遍圣都名医，却都无人能治。听闻你的医术非常特别，如能将我治好，必有重赏。替我把脉吧。我医病，不观色，不问症，不切脉，只窥梦而已。你看着我手中的铃铛，每听到一声响，心中便默念一个空字。若没有我带你进京，你个小小的试验，怎么能坐到总捕阙的位置上？是不是手里有我什么把柄？督公饶命啊！啊！叶心怡，你的医术果然见效，只是你说你能窥梦，不知能否看到我的梦啊？是能看到一些，那梦中有可怖的人影，症结在于恐惧。你在怕什么？你可能看到人影的容貌。看不清楚，只知道是名女子。若是你能告诉我跟她相关的事情，或许对于你的病症，快说，你还能看到什么？还能看到一张信纸。信纸写了什么？梦境杂乱无序，画面一闪而过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正宫的病还需久医，现在天色已晚，马上就要宵禁了。偏安改日再来给正宫诊治。罢了，今夜之事，不要让其他人知晓。
你这万国香不愧是圣都第一酒坊，再满上。杜郎中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我想跟杜郎中做笔交易。交易？杜郎中祖上是高官，恩印入仕，做了个县尉，后经提携入了圣都，一路高升至户部郎中。他齐君山有幸拜你做了他的义父，可他赌坊的收入，却只愿分你2成，这岂不可惜？对我了解不少啊。我要是能拿到一台赌坊，我愿意给你4成，并且将收入的账目一并奉上。真是听君一席话，如听屁话。前户部郎中梁俊之出身寒门，妄想与琅琊王氏相争，现在骨灰埋在哪儿无人知道。他出身寒门，你连寒门都不是。芒沟的臭水熏昏了你的头，以为在战场上拿了几个人头就能在这不见刀光的争场上谈生意？你喝完这杯酒，马上从我的眼前消失。郑公为何派人追杀我？这名字有些耳熟，就是那个巫女。你对此案有何看法？但说无妨。昨夜郑补缺秘密请叶平安去府上看病，害症时，管家听见报更后，去看郑公是否歇下，正撞见叶平安持刀行凶。案情简单，但我觉得有疑点。哦，什么疑点？一是匿名报案未免太及时，捉拿太过顺利了；二是叶平安手中短刀并无血迹，且与郑补缺的伤口并不吻合；三是叶平安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行凶，为何要选择有人知道他去看病的日子？这不是增加自己的嫌疑吗？醒醒！哎，醒醒！谁？
你们是来审问我的官爷？犯了死罪还能睡得着，不愧是江湖行骗的庸医。不是，啊，这混账！我没有骗人，我是被人追杀才跑到郑不缺府上。我见到他时，他已经死了。这肯定是一个圈套，有人故意嫁祸给我，让我做替罪羊。有理有据。这么说，你是被人陷害？这里面定有阴谋。好，那你不如将昨夜经历的一字不差的全部写下来，如何？好。这是认罪书？你刚刚明明说……我说什么了？我不过是顺着你的狡辩，继续往下编了编，别耽误时间了。签了，快签了，别耽误我们办其他案子。等了半天，等来了一个狗官，倒是劳烦你这位大理寺丞兴师动众来这豫州，假惺惺的审问一番啊。你知道我是谁？有人说你袁嗣成独善其身，从不拉帮结派；又有人说你为人残忍，手段狠辣。你出身芒沟，本无机会出人头地，可后来却凭借着战功当了个小官，后又拼命争功得到提拔，这才有了现在这副狗官模样。你文宇。好啊，生的一副伶牙俐齿，不过也是鱼肉一条。这认罪书你签与不签没有区别，有人会替你完成的。是吗？行，人是我杀的，知道我怎么杀他的吗？我盯着他的眼睛，施展我的巫术，让他自己摸了自己的脖子，就像现在我盯着你这样。巫术也好，骗术也罢，你觉得我会在乎吗？你在我眼里已经是个死人了。我听说那个杀了朝廷命官的人，就是这个巫女叶平安呐。有说怎么杀的吗？说是他给人下了咒。哎，快来快来，打听到了吗？打听到了吗？可不是下咒这么简单，是梦。那个巫女啊，会引人入眠，窥人梦境。这就是听说那个巫女可以钻进你的脑袋，一旦你做梦，她就会在你的梦里变成鬼。郑不缺就是这么活生生被吓死的。端近些。负贼之梦方毕，朕又听闻一梦。臣亦有耳闻，不知与陛下所说是否是同一件？你且说来听听。坊间传有一医女，能窥人梦境，替人医病。这窥梦究竟是怎么窥的？臣如何也想不明白。说下去。这医女胆大包天，竟敢谋害忠君为国的郑不缺，定有人恨不得将她速速定罪。忠君，梁平王李琦生辰时，这个郑源也在宾客之列。他忠的是哪位君呢？
你去打声招呼，让大理寺携那女犯到占路殿，朕要亲自审问。是。没想到袁思成和我这个死人又见面了。思成小时候有没有被烫出过水泡？疼的时候像火烧一样。参见陛下。听闻他能入梦杀人，可有此事？此女靠骗术行医，所谓入梦一说，不过是百姓受到了蒙骗，以讹传讹罢了。正宫一案，此女是用短刀行刺，现如今人证物证俱全，她抵赖不得。陛下，袁思成所言绝非事实。民女虽不能入梦，却能窥梦。民女看到梦中令郑补缺恐惧之人，此人才是凶手。若陛下给民女一个机会，民女可找到此凶手，并查出他杀害郑补缺的证据，以还民女一个清白。陛下，此女一派胡言，她口中的窥梦，无非是信口雌黄。请陛下准许，借民女最不相信窥梦之术的袁思成一用。元清，你就配合一下。是。陛下，民女每次窥梦时都得来口酒。听闻陛下喜爱美酒，可否斗胆向陛下讨要一杯？赐酒。袁思成心智坚韧，但当我提到不要想到火，你脑海中是不是依然会有火焰浮现？袁思成何时最惬意？让我猜猜。回到自己最熟悉的环境，四周寂静，你会独自躺在河道上的一条小船上，头枕双臂，此时你便拥有了片刻的安宁。小心烫！少成，阿爷，小心！说说吧，刚才元清为何有那种举动？你看到了他什么心思？回陛下，是恨。民女看到了浓烈的恨意。对谁的恨？袁思成的恨来自袁思成刚刚伸出手，是看到了记忆中自己心仪的女子。他张开双臂欲抱时，突然冲出两个孩童，口喊阿耶。袁思成方知此女已嫁作他人妇，难怪袁思成如今如此冷酷无情。这么大岁数了，也还未娶妻，倒也在情理之中了。
元清啊，他说的可是实情？回陛下，叶平安所言，确实是臣的难言之隐。看来，你确实有辨识人心的本事。若留你性命，让你替他人猜了朕的心思，朕岂不是养庸遗患？然上苍有好生之德，朕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先救得下你自己。朕给你1日，明日宵禁前找出真相可活，找不出依旧是死。1日？是，民女一定不负圣恩。退下。是。陛下，此女窥梦之术虽不似传闻中那般神乎其神，但也确实令人惊叹。哼，哪有什么窥梦之术呀？此女机敏且胆识过人，也许是可用之才，能不能活，就看她自己了。腿软，扶一下。你刚在店里编故事的时候，不还挺巧舌如簧的吗？什么冷酷无情，什么至今未婚。我不过是贪生怕死，想活命而已。袁思成心胸宽广，不会跟我计较这个吧？你如何得知我曾经被火灼伤过？你让我签认罪书时，我看到你手上的疤痕。你方才入殿之前就跟我提及手上水泡的事情，你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用巫术蛊惑我的。我说了，你心智坚韧，寻常的法子没有办法引你入眠。你这巫术哪儿学的？若这也算巫术，那巫术便无处不在。你衣领上的绣纹穿着并不舒服，可你为何还要穿它？因为你认为它更能彰显身份。毕竟达官显贵们的衣服上都有绣纹，你要融入他们，自然要这样。这也是种巫术，不是吗？大理寺虽然已经勘察过案发之地，但我还是想亲自去一趟。1日很紧，不如我们马上。明日要死的是你，又不是我，我为什么要费心思？正渊府外可都是你大理寺的人，没你我压根进不去啊。若你不跟我一起，那我只好时刻跟着你，看看你去哪儿都见了哪些人。毕竟若我明日注定一死，我可是什么话都敢跟圣上说的。袁思成也不想被我拉下水吧？行了，再啰嗦我就扔下你一个人去。既然仵作已经验过尸体，必然能推算出郑补阙遇害的时辰，而那时我根本不在他府上。巧辩。尸体没有挪动的痕迹，凶手很有可能是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趁其不备，一刀割喉。你的话佐证了你行凶之时。敢问袁思成，大理寺都提审过哪些人？车夫、管家，这些人皆可证明当夜你从未离府。那他们的证词是什么？你在亥初宵禁入府，府中之人都听到更夫是在亥正报时，你恰巧用这半个时辰，在府中行凶作案。不对，正因为马上要宵禁了，我才匆忙离府归家。回到家后又看了会儿医册，然后被人追杀，又回到了郑补阙府上。怎么算都过了1个时辰，应该是子初才对。说的有模有样啊，因为你根本没走，否则这半个时辰
怎么会凭空消失？少了半个时辰，怎么做到的？袁思成可提审过昨夜的更夫？审不审问又何妨？这已改变不了你行凶之时。尊贵的袁思成，你就不能从凶手不是我推一次案吗？文宇，去查一下昨夜案发后的李府之人。是。司城，撤！经查，昨夜离开郑元府的有2人，家仆萧全已死在郊外，侍女心儿不知所踪，只知她颈上有块梅花状胎记。这就是案发后逃离郑元府的家仆萧全。是，上官。这些线索断了。那个侍女心儿，能找到她吗？若是他真的参与了刺杀郑元，估计下场跟这萧全差不多。若是他侥幸活了下来，此刻估计已经逃出了城。现在已是有证，离宵禁只剩1个时辰了。文宇，你带着管家去核实一下这萧全还有心儿入府前后的情况。是。你跟我来。不如我们趁最后1个时辰去盘问一下打更人。我看不必了，你就好好想想，你那墓碑上该刻什么字吧。司城，曾轩求见。曾公，这么晚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司城且看。怎么样，丹心？有趣吗？很尽兴。我按你的安排，混进郑元府1年多，总算取得他的信任。3年前，我看到郑元收到度量贪墨的密信，便连夜给度量传信，让度量知道郑元拿到了他贪污的罪证，成功离间了郑元，并且特意加重了让郑元失眠的药粉。等你去他的必经之路上引起他的注意后，民女心医叶平安，专医心之隐疾，顺势引导他来找你看病，同时让度量的暗桩发现。郑元被灭口后，如你所料，你成了度量眼中最合适的替罪羊。你可以赎罪了。我按计划变换身份四处散播关于你的谣言，终于引来圣上的召见。圣上宣召！我这替罪羊办得还不错吧？我这假侍女演的也不赖啊。这第1步棋算是下成了，该准备下一步棋了。度量怎么也想不到，郑元还留了个后手，居然写了封举告贪污军饷的告密信，给了他的好友曾轩。由郑元的好友举告度量杀人灭口，才更具说服力。糟了，曾轩不见了！什么？无昨不缺郑元举告户部郎中度量贪墨军饷5000两，吾若身死，必是为度量所灭口。这是哪来的？郑公乃左不缺，有执剑之权，
得知度量贪墨后，本想上告圣上，谁知道度量先一步找到了正宫试探，正宫察觉度量可能知晓了此事。曾轩，收好这封举告信。你怕度量会杀你？可你毕竟是朝廷命官，他胆子再大，你不了解他的狠辣。多年以前，我做过他的师爷。若我有事，你便将他交给你信任的人。为何现在才拿出来？我一个无权闲官，无法直接见到圣上，又听说抓了个女凶手，更不敢轻易拿出来。我知道你与度量并无利益牵扯，现在此案重新调查，我才敢露面。有人看见你来我这里吗？没有。方才我一出府，便察觉有人跟踪，急忙想法子甩掉了，才敢过来。曾公，跟您说句实话，我不仅与度量没有利益上的牵扯，且私怨颇深。此事，你是找对人了。今夜，你先行在我府上休息，明日一早，我便带你入宫面圣。好，好。我今夜一路跟着曾轩出府，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长乐街，都怪我盯梢时被他发现了，让他把我给甩掉了。别急，长乐街以西是李仆夜府邸，他怕度量，不可能去。以南虽是梅相府邸，但他官职低微，很难见到梅相。还有就是袁绍成府邸，谁人不知袁嗣成为父党派，度量又一向瞧不起出身卑贱之人。若你是曾轩，你会去哪里？他钻进了袁府，所以我们只要在外面等他出来便好。没错。好了，胎记擦干净了。这下好了，他们到处找，脖子上有胎记的心啊，可只能到梦里找了。对了，圣上对你态度如何呀？你不知道，今日你面圣时啊，我一直在给你卜卦。姑母，放心吧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妈就是一个被冤枉了的倒霉蛋，谁能想到我才是做局之人？那你还得万分谨慎。如今郑源一死，闹得满城风雨，这城里的百姓对你啊，那是又憎又怕。这第一颗棋既然已经下了，就必须要下到终局。度量贪墨的那5000两军饷，上面有印记，他一定会找地方熔掉重铸。黑市那里有没有什么消息？你看，老鬼帮我们画了张地图，度量的熔银厂就在东郊10里山坳处。熔银厂是我们敲定度量罪证的关键，姑母你联系鬼叔，安排人手盯住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还有3刻，小姐。我余下的时间不多了。丹心，你身上还有更重要的事，必须赶在宵禁前出城。山林里的机关虽然都已经布好了，但是毕竟要做这么大的事，要不要我陪着丹心一起去？不用，你今晚就负责在袁府外盯梢，看到曾轩出来，立即告诉我。好。啊，对了，袁绍成这个人危险吗？此人心术不正，身上有股邪乎劲儿。邪乎？再邪乎，还邪乎得过你？杜公，曾轩已死，这封信一烧，你便可安心了。有劳袁嗣成替我解决了这个麻烦。之前我对你说的那些话，你没有放在心上吧？下了朝，你我都是生意人，生意人心中自然只有生意。袁嗣成当真爽快，但你所图的，他不止这一间赌坊吧？杜郎中在乎赌坊，肯定也不会是因为齐君山给你的那点分成吧？你在户部身居要职，只要有人想求你办事，
便去那赌坊，输上一笔银子即可。慎言，那可不是我的赌坊。你还有何所求？一并提出。独木难成林，杜郎中背靠李氏，还望杜郎中日后多多提携。赌坊给你了，我身边就缺你这样的义子。多谢杜郎中抬爱，不过义子的名分，我就不和齐君山争了吧。不过眼下，郑源的死还是得有个交代。那个元凶叶平安，你怎么看？我虽碍于圣意，不得不与他一起办案，不过也因此行事倒是变得更方便了。他想借更夫去寻找线索，不过被我借故阻止了。此人狡猾，绝不会轻易放弃。依下观看，需斩草除根。少城先行告退。又做噩梦了吧？凝神香用了这么多年，竟也治不好你做噩梦的毛病。又快没了，我得赶紧给你调些新的。我这致幻药粉面生是用完了，姑母改日出城，再采些草药回来吧。平安，你知不知道为何我放着无香平静的日子不过，却放任你带着担心做这么危险的事呢？因为姑母了解我。错，不是了解，是因为那些日子虽然安稳，可我却未曾见你真心的笑过。所以我想，也许只有你真正解开心结，才能自在。计划刚开始，自然思虑的多些，往后都会好起来的。姑母这么担心我啊？跟你年轻的时候痴迷巫术，不愿意学医，还自处踪籍，这胆子可不比平安小。所以只有姑母才会支持我这大不韪之举。平安，记住了，圣上那关你必须得过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将大不韪变成大可为。遵命。姑母，平安，袁绍成把曾轩给杀了。我整晚都在袁府外蹲守，未曾见到曾轩离开，直到偷听到袁绍成跟人说，曾轩的尸首处理了吗？大哥办事你还不放心吗？保管处理得干干净净。辛苦大哥。这才知道曾轩已经遇害。今天就是背，都让他赢了。老大，刚收到杜郎中密令，让咱们拖住叶平安。义父，都安排好了。人哪儿找的？有谱吗？信得过。这个郭义啊是个悍棉，一点就炸。到时候闹大了，宵禁之前，叶平安入不了宫，就死定了。郭义，好样的！给我走！诸位，我今天就是要替天行道，惩治凶手啊！就是他，赵子龙看病的外甥。还有件事，军饷马上运抵圣都了，你速派人去容银厂把剩余的银两
尽快融好，转移回来。我办事，您放心。你是说，那新一今日有难？那羊掉进了狼群，还能有好吗？你不是还有事吗？该走了。还有比陪你更重要的事儿吗？天热的我心烦，没心情。那改天，随时。月儿，去找海尚书，告诉他，安心馆有骚乱伤人，梁官当管。是。海公，月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安心馆有人聚众闹事。郎主，这事该公谢管，你不好插手吧？民生事大，你去给公谢送口信，我先过去看看。别在这胡闹了！不能走！大家都静一静，大家都冷静冷静。有什么事情啊，尽管跟我讲，我替大家做主，好不好啊？好。这个巫女，她用巫术咒死了别人的外甥。你有人证吗？有啊。哎。人呢？既然没有人证的话，那大家就都散了吧，啊，都散了吧。别动！躲开！躲远点！不要看！叶平安是个祸害，骗大家的钱，害死人家孩子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今天就要为民除害！你，国义，这个名字，叶新一呀，我被那个国义咬了一口啊！他读点破书，考个破举子又咋的？他也就是个做脚夫的命，我就骂了他一句啊！啊，他突然就像只疯狗一样就咬人了。癫狂、易怒，有伤人倾向，他有狂躁之症，需先将他安抚下来。国义，如果我告诉你，我根本没有伤害那个人外甥，也根本没有见过那人，你信吗？你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啊！什么一面之词？被你害死了外甥的大哥就在那边！大哥，大哥！这人呢？海公，封建守卫就位。你们要干什么？都给我老实点啊！告诉他们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是。此人读过诗书，却当了小妇，同情弱者，对官员缺乏信任。国义，你是个举子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为了考取功名苦熬多年，可如果今日你因失手误伤了我，也会连累自己。你这么多年的努力，不就白费了吗？白费了如何？当了举子又如何？你根本不知道我吃过什么苦。圣上登基，天下更新。若碰上伯乐，我就有机会入仕。可我太天真了，我没钱，更没门第，想拜访一个小吏都需要入门礼。我做起了脚夫，他们对我喊打喊骂。可我也是读过诗书礼义的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心中有怒，所以冲动使你会伤人。我是心中有怒，但我故意
从不伤及无辜，更不后悔。前天夜里，要不是那个人与我争论时辰长短，我根本不会动手跟他打。我不后悔，我不后悔。哎呀，那你现在不就在伤及无辜吗？国爷，孔孟之道，仁义为先，读圣贤书，行君子事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还像个读书人吗？你本性良善，不要因为面前的困境而误入了歧途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都散了吧。好，大家散了吧。海上书，这郭义只是心绪不宁，并非故意伤人，还望海上书网开一面。叶平安，今天真让我见识到了你这疏导人心的本事。日后海公若有用得到平安的地方，平安一定随叫随到。郭义，你刚刚说前夜跟人争论时辰，是怎么回事？那晚怪得很，时辰过得特别慢。慢？从有证到亥证，我每日都捡4缸豆子和2个时辰，从未出过差错。可前天夜里，我按和往常一样的快慢抛捡豆子，却捡了5缸，才听到打更。我告诉门房更夫打错了更，在册本上写下做工2个半时辰。你若想弥补今日的过错，需尽快拿来册本。好。平安，册本接着。我是新叶平安，我要面圣。宵禁已到，1日已结，圣上不会再见你。来人，将此犯拖出去。鼓声未停，不对外甥方杰，鼓声未停，今日就未过。那又如何？你不过……圣上金口玉言，纵只剩须臾，今日亦未过。你阻我面圣，是要害圣上出尔反尔吗？你随我进殿吧。事情的经过便是如此。郭义的册本能够佐证，民女在郑补阙府上被捕时，更夫有意延报了半个时辰，实为子出。验尸也可证明，郑补阙死时是亥时，他被杀时，民女并不在场。还有此物是民女在郑补阙府上搜查时发现的。民女猜郑补阙应该是拿到了户部度郎中贪墨饗银的罪证，才招致的杀身之祸。谁能想到棋局初开，你就用假眼换了真眼？对手棋路难辨，为了自保，那就必须将度量的亲笔密函握在自己手里，将临摹的假密函替换给郑源。可若你拿出这份真的，被别人发现的话，放心吧，我会单独面圣，到时候没有人会知道我跟圣上到底说了什么。哼，这就是你寻来的证据，不堪一用。陛下息怒。你当朕是庸君还是昏君呢？仅凭一封言辞含糊的信，就意图污蔑一位大臣，朕昨日就该赐死你。民女自然当陛下是明君，
仿制民女查与不查，陛下心若早已入明镜，民女一无所有，唯有心诚。心诚？你是赤子还是狼子啊？赤子为弓，锐而不拔；狼子为剑，锐而破竹。两仪相生，皆为陛下的子民。郑源一案非你之过，不过这密函也别再提了。谢陛下。李氏和武氏不和，圣上拿到密函后，很可能会认为是武氏在借机构陷度梁，不会轻易下定论。况且，度梁在李氏也是根深叶茂，仅凭一封密函，我们还扳不倒他。那怎么办？你这功夫不是白费了吗？不会白费，我自证的清白，圣迹也是圣上给的。在圣上眼里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是一颗只忠于他的棋子。而我们只要设法让刑部得知度梁荣银厂的所在，再结合这封密函，就能在圣上心中埋下怀疑他的种子，这就够了。你虽懂得一些相面一心之术，但以后别再拿什么窥梦之说来欺君了，明白吗？是。有些病可不止心病这么简单。复古之居，国之顽疾。陛下，如有用得到平安的，平安愿为陛下分忧。不急，慢慢来吧。谢陛下隆恩。接到密报，东郊10里外有人私容官银。去那儿！等我走！老大，有捕手！老大，有捕手！有捕手！什么？哎呦，官爷，你怎么来了？让开！你们这荣银厂来历不明，我们要查封此处，带走。我们就守在这里，等于入网了。这个度梁搞了通花里胡哨的把戏，想除掉叶平安，可他还是活下来了。此前是我低估了他，他卷入郑源案，肯定不是巧合。你查过他吗？已经查过了，却并未查出他的来历。更奇怪的是，我也查了他的姑母，此人混迹于下九流，并未入任何宗籍。那就对了，我估计啊，他也就是个被人收养的孤儿，查不出什么来历，正常。近些日子，来历不明的人未免也太多了，一个他，一个郑元府的侍女，肯定不简单。行了，每日思来想去的，你累不累呀？司城，出大事了！本应明日运抵圣都的8万军饷，在官道上失踪了。什么？
时辰到了。小娘子，你别过来！喝一杯。别动！幸亏遇见了娘子，要不然这大晚上的奴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哼，果真是个伶俐人，这么快就识破了我。人在恐惧的时候，手会发抖，可你没有。你是度量的人。晋夫子，听听多好笑。他说我是度量的人。郑源与我有旧怨，他被杀前几日，我派晋夫子一直在他府外蹲守，伺机寻找复仇的机会。直到他被杀当日，你的身影出现在郑府。随后郑源府上便发生了种种变故，你猜会不会有人认为，这原本就是你布好的局呢？你的猜想很大胆，哪有你以身饲虎大胆？他本应该死在我手上，都被你抢了先。为什么想他死？你为什么想他死？你来找我，无非是想与我合作。既然与我合作，又何必多番试探？你说的对，所以你还不赶快告诉人家，你这心里都想些什么呢？我不管你什么来历，找我合作却不听我的，那我根本不需要你。从哪儿来，回哪儿去吧。我在万国乡那些公子哥身上，可能打听到不少消息。通权、御史案，现在开始，我们可以一起做很多事。那我可要领教一下你的本事了，万莫让我失望。平安，平安，他是谁？是故人，和我们一样。放轻松点儿，你们很快就会熟悉我的。想不到兜兜转转这么多年，还能在圣都遇到御史案的同命人。日后霓裳就是自己人了，他将参与到我们的行动。那你们跟我讲讲，是如何相遇的？你不过是听人说在吴乡见过那蝴蝶吊坠，我们就巴巴的跑过来，万一她是湖州的呢？一丝希望都不能放过。那女孩若活着，我们兴许能从她身上找到证据。太白县女主唱，这大街小巷都传遍了，好些人都说了，太白星啊，跟那位太后太后。彩莲，走那边。快走！就是那个蝴蝶吊坠。
着那这块玉。你与我们可以算作故人，玉石庵的故人。我们相遇之后，决定要在圣都等待时机，直到圣上登基。圣上决心革除贪妒，我们觉得机会终于来了。只有借助更大的力量，才能让度量和郑渊这些恶人受到真正的惩处。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，你都猜到了。军饷失踪也是我们计划中的一环。度量本就贪污了部分军饷，正好引风吹火，让火烧到他身上。那你再讲讲，是如何将军饷从押运队里偷出来的？官道离上一个驿站太远，若想今日将所有军饷我们的人藏在山中，不会被任何人发现。这就是诡异。下三滥的招，点了迷烟混在雾里，这群蠢货还大喊大叫，越是激动，吸入的迷烟就越多。倘若没有童谣，让他们先乱了心智，他们也不会自乱阵脚。我倒是觉得此招甚妙。还等什么？搜山，任何可疑的地方都不要放过。是。慢着，此处的压痕也不对劲。押运车上满载着军饷，为何这压痕如此之浅？也许他们是分批转走。我只是不想让立功扑一场空。不在山里，还能在哪儿？这么短的时间，如果是我，不运进山里，倒是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。试一试，咱们还往山上追吗？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。万一他是对的，这份大功不能被他独抢。跟上，看看他想干什么。是。你们没有把军饷运进山？山路的压痕难以掩盖，带着那么重的军饷也跑不远。况且，来查案的人里，有一个十分棘手。谁？袁绍成。军饷失踪，大理寺一定会介入此案。芒沟，圣都最贫困的地方，许多没入贱籍的人没有了主家，又遭人轻视，就聚集在了这里。他们的子孙后代也都是贱民。袁绍成是他们当中唯一一个脱了贱籍以后，成功当上了官的。这个袁绍成可真不简单。哦，对了，我听齐君山的手下说，齐君山突然将义泰赌坊分给了袁绍成。看来袁绍成攀附上度量之后，收获不小啊。齐君山手中的饼被袁绍成啃了一口，怕是不会甘心啊。你跟袁绍成交过手，你觉得他这个人到底怎么样？心够狠，城府够深，他的手腕非常人所能及。他才是我们在军饷案中最大的劲敌。所以我们听平安的将军饷藏进了河道。那他会不会也想到了这一点？把军饷倒进河里，真亏你想得出来。反其道而行之，将军饷藏在河里，这才是最安全的。文宇，你把船夫召来。让所有人沿河仔细搜查。是。往仔细点儿。这边，还有这边。外人都说你不依附李氏，也不依附武氏，可人就像这水流，变化无常。我很好奇，你如今是姓李，还是姓武啊？侍御史变了吗？我是靠圣上提携才有如今的地位，我为圣上披肝沥血，当然只忠于圣上。
堂堂副相都因你而死于狱中，你在士族眼中就是一条令人瑟瑟发抖的豺狼。袁嗣成是聪明人，那你觉得，在圣上心中，更看重什么？试试。河道里好像有东西，快！试试，你看那。你们赶快下去帮忙，随袁嗣成的人一起下去打捞，发现军饷有重赏。是，跟我走。侍御史，没有发现军饷，河底反光的都是淤泥。船夫，这河里的淤泥为何会反光？官爷，我们经常在河里跑船，这条河的上游有矿，所以河中有这等景观并不稀奇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怎么就信了你的邪？在这里浪费这么长时间，足够他们跑得没鸟影了。袁绍成，我现在怀疑你跟他们是一伙的。侍御史，慎言。儒学巡洋也不过如此。这案子袁嗣成还是站远点，当心水湿了你的鞋。所有人给我进山，别在这里浪费时间。是。我去打探过了，现在负责军饷案的，除了袁绍成，还有酷吏厉俊。厉俊为了往上爬，可以出卖任何人。他可是条疯狗。之前你让我们在淤泥上撒云母的时候，我还在想，为什么要这么麻烦？原来你是故意要让袁绍成栽跟头，这样他就不会一直盯着那条河道了。还有，如今战事虽歇，但仍要抓紧时间，尽快完成计划，让朝廷收回军饷。如果真将军饷藏进山里，反而不好办了，所以只能另寻他法。丹仙，你会不会觉得我让霓裳这种我们还不熟悉的人参与计划不够慎重？一开始我确实这么想，不过我跟你不也是从不熟悉到亲如家人吗？这些年我们三人历经风雨，但谁也没想过放弃。平安，你放心，做事若瞻前顾后，不能杀伐决断，事难成。你以身入局，甘冒生死之险，我陆丹心愿做你手中最好用的刀。这块肉也太大了，我要不了那么多，再切一半吧。好。我是想要你切一块大的，一块小的，我要小的那一块。好。哎，这块小是小了，但部位又没那块好啊。切这儿，这儿看着挺好，这块吧。哎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你还做不做生意啊？老板，这块肉我要了。他要了。包好了送过去。好嘞。黑子，看他！还是你这个瘟神好使啊，什么凡人精都能被你吓跑。东江那边怎么样了？今夜要起大雾，是把军饷转移出来的最佳时机。但是河道那边目前还是有人在守着。谁的人？袁绍成。厉军入山搜查了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袁绍成却没去。行，我来想办法。拿着，走了。干什么？别碰我黑仔！采莲姑娘，给我来1斤肉。好啊，70文。涨那么多？这盐价都飞涨了，我这猪肉还不能涨？你买不买？不买别挡着我做生意。买。这块够吗？行。今天谁惹着你了？火气这么大？你别管。喏。谢啊。采珠姑娘。什么猪？呸！哪天我非毒死你跟袁守诚！
主母，你是？真没想到，你这医馆的陈设还挺别致，就是和四周相邻的铺面有些格格不入。久闻叶心怡医术过人，我今日来就是想让你替我也瞧瞧。那你这边请。你有何症状？没有症状。没有症状，为何求医？你的名号如今在圣都之内无人不晓，我就是好奇，你究竟有什么非同寻常的手段？我懂了，这就给你备药。这是什么？你喝了便知。这药酒除了口感粗粝，我没尝出什么特别之处。我这可是对症下药，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好，此方甚妙，深得我心。叶心怡果然名不虚传。圣上口谕：军饷一案迟迟无进展，朕心不悦，今敕封新一叶平安为掌心使，有协从办案、便宜行事之权，以医心之术，多多治病。民女，臣谢主隆恩。起来吧。原来是圣上跟前起草诏敕的武舍人，刚才唐突了，还望见谅。你是如何得知我身份的？能为圣上传旨，有如此气度的圣都贵女，唯有一人。只是我也没想到，刚才武舍人竟如此爽快地喝下我那杯粗酒。我没有喝不惯的酒，粗酒也好，佳酿也罢，有多少价值，在于为我斟酒的人。好啊，我对你真的是越来越感兴趣了。袁思成还是先对案子上点心吧。侍御史在那边忙着搜山，你却不慌不忙地待在河道边，就不怕功劳旁落他人啊？我倒是想听听这新官上任的长新使有什么见解呀？既然他们将军饷藏进山里，是如果。好，是如果。如果劫军饷的人将他们藏进山里，那随时都有可能被山中的百姓发现。那可是8万军饷，可不是随便就能藏在几片树叶子底下的。既然想藏得隐蔽，那就得事先挖好藏银处，这可不是一个小工程，需要的人手也少不了。我当然是有了线索才来见你袁思成啊。我跑了趟黑市，打探到前段日子有人雇了一批石匠进了你前面那座山，到现在还没出来。什么人雇的石匠？黑市的规矩，只闻银钱声，莫问求是人。不过我打点了黑市的衙人，让他标出了石匠们可能藏匿的地点。石匠们进山这么久，一定会留下线索。
我们只要顺藤摸瓜即可。你人还挺好的，有了线索还给我。新官上任，不能负了圣上的隆恩啊！只可惜我两手空空，只得倚仗袁嗣成你费心结案了。若是等到论功行赏那一日，还请袁嗣成别忘了在功劳簿上也给我添上一笔。你这功夫没白费，谢谢。别客气。走。文宇，将这个交给厉俊。是。走。怎么不跟他们一起去啊？搜山这会儿这么累，我还是好好的待在官道边上吧。说不定什么时候人家想通了，把军饷就拉回来了呢。行，那就不耽误你了，祝你好运。嗯。小心埋伏！机关越多，说明我们走对了。接着搜。是。试试，前面押运车的压痕又被分成了3条，咱们走哪条？试试。袁嗣成送来的地图。别跟着压痕了，山里这几处地方挨个搜。是。袁绍成再不离开河道，时间就来不及了。我带人去河道把袁绍成引开，你可别冲动。平安，你打算怎么做？他不是跟度量一条船吗？那就把这条船砸沉。度量为人贪婪，既贪功又贪财，而齐君山则是个急性子，争强好胜，对袁绍成早有不满。咱们从齐君山下手，让他发现袁绍成有私藏军饷的嫌疑，放狗去咬狗。讨厌！快点啊！大哥，你看这，喝了不少啊！失踪军饷由袁氏觅得，私藏义太祖封，有迹可查。谁给的？啊？这我也不知道啊！你要是再贪杯误事，我把你嘴缝上。知道。大哥，不过这袁绍成最近很受郎主青睐。谁敢觊觎我齐君山的东西，我一定送他入土。说到做到，我们最假诚信了，对吧？对。叫上人，抓老手。老大，搜到了军饷。嗣成，我弄了些吃的，吃点吧。什么事这么好笑啊？没。你从上次打猎回来之后，一个人没事儿就傻乐，是看上哪家姑娘了吧？上次打猎时，我在林中竟然看到一个女子在驯鹰。
后来回到城里，我在猪肉摊又遇见他了，我就经常去他那儿买肉。怎么，你也想当条猪五花，让他给你提油？思成，你也会开玩笑了。这事我一直想跟你说，但是我怕我不同意。我的命是你救下来的，你说我以后也算袁家人，袁家人不能被人欺负，不能做孬种，不能不齐心。你把我带进大理寺，给了我尊严。如果你不同意，我是不会。尊严不是我给你的，尊严是你给你自己的。你刚刚也说了，我们袁家人不做孬种。既然如此，你去跟那姑娘直接表明心意。她若是愿嫁，这门婚事，日后我做主了。思成，谢思成。好了，丽君那边查的怎么样了？啊，思成，思成，思成，齐君山带人砸了我们的赌坊。什么？带上所有兄弟，立刻回去，通知古叔，芒沟也要提高警惕。是。撤！撤！杜郎中，请你一叙。这种感觉难得体会一次吧。不想吃苦的话，就说出来。军饷在哪儿？军饷，你为什么要问我？我再问你一遍，军饷藏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及时包扎的话，用不到1个时辰，你就会血尽而亡。你这样的人我太了解了，喝芒沟的水长大，吃别人剩下的残羹剩饭。就算这样，也得像老鼠一样拼命地活下来。但我生下来就是老虎，你这老鼠怎么跟虎斗？我一伸腿就能把你踩成一滩烂泥，你还没明白你惹的是什么人，我能让你生不如死。少成，司长，少成，这谁干的？快，搭把手！来了，闪开，闪开，水来了！围这么紧干嘛？还让不让人喘气？闪开！别瞎嚷嚷，死不了。少成，认真点儿。贺生，我来看看他的伤口。大伙儿先出去吧。少成没事，快去吧，走吧。说吧，谁干的？杜良。杜良，他不是跟你合作吗？这老狗怎么还对你下手了？合作，互相利用罢了。终有一日，我会让他付出代价。齐君山，他敢下手玩阴他，这口恶气绝对不能这么算了。这伤口虽然不大，但也颇深。你们若还是想要找人报仇，也要先掂量好自己的斤两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种风凉话？你弟弟不拿齐君山的赌坊，不跟杜良那种人牵扯不清，怎么会闹成这副样子？我别理他。齐君山那头，你一定不要冲动行事。我们还没到和他撕破脸的时候，快去看看嫂子吧。我没事。文宇，照顾好他。不好，我在袁府外看到袁绍成被放回去了。怎么会这么快啊？也许是他跟杜良又达成了什么新的交易。鬼叔他们已经出城了吗？对。让鬼叔回来吧，今晚动不了了。
那军饷怎么办？机会可以再找，现在最重要的是，不能露出任何马脚。袁绍成这个人，睚眦必报，我得想想该如何应对。大家最近都小心点。嗯。怎么还把喜服拿出来了？你们两个上战场那几年，我跟自己说，如果你活着回来，我就穿上喜服嫁给你；如果你死了，我就穿上丧服去接你的尸骨。我这不是好好的活着回来了吗？是，你是回来了，回来以后你也变了。你弟弟变得更多，他以前常说要让芒沟人过上更好的生活，可现在却与贪官为伍，一心想变成权臣。我是他大哥，必须要护着他。我们兄弟间不分你我。行，你兄弟我不管。倘若有一天你像他那样回来，我不会为你掉一滴泪。白霜，相信我。就知道你还没睡着。我以前睡不着的时候，阿娘就这样牵着我，让我安心。不一会儿我就睡着了。原是这么巧，第一次听你提起家人。我阿娘年轻的时候，从南闯北，有了我，才安顿下来。我印象里好像从来没见过阿爹，但是阿娘对我很好，她总说，人一定得明事理，所以她攒了一筐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鸡蛋，去给我换了人家的旧书，我才能读书认字。那时候的生活很简单，但是也很开心。后来我阿娘就病了，我上山去给她采草药。我走的时候，阿娘还冲我笑了一下，她还冲我笑了一下。我真的不知道那是最后一面。不说了，怎么又提起这些不开心的事了？今晚有我牵着，我保证，平安一定能睡个好觉。我没事，你放心，我还能喝2杯。是是是，我信我信，慢点啊。你明天我还来。行，我等你。你回去吧。行，慢点啊，慢点。哎。你叫阿荣？啊！
疼不疼？看把人打的。说吧，那张纸条从哪儿来的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不然我再帮你回忆一下。饶了我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 人呢？走，这边。看来，你今日等的病人，恐怕是来不了了。本医馆不治跌打损伤。叶新一呀，叶新一。 你可是给了我好大一个惊喜啊！万国乡有人知道军饷的下落，还巧了，那人恰好就是你要等的病人。原来袁思成是来我这儿治疑心病的。那我这病何药可医呀？ 得罪人，你让我少得罪人，那郑源和杜良，谁又得罪过你呢？郑源案，圣上已有定论。杜良，没见过。我还不曾问过叶新一。 曾经在哪里生活？为何要来到这圣都呢？家在吴乡，后来四处游医，久闻圣都繁华，我又爱才，就来了。没去过通泉县？没有。好，那我换个问法。 你听没听说过这10多年前的御史案？施御史，施御史，属下在前面发现一个山洞，有生火做饭的痕迹。 这帮杂种，我一定让他们尝尝被人质的滋味。我走。是。御史案可是个大案，老百姓谁不知道啊？
哼，那你对当年的监察御史于乾有什么看法？我能有什么看法？那于乾丧尽天良，他出身通泉县，虽在圣都做官，但经常回乡视察。直到有人告发他掳掠民女，还搜刮民财，为了掩盖罪证，他杀人放火，终究还是没逃过制裁，被满门抄斩，遗臭万年。袁嗣成怎么突然提起此案？我就是有一个大胆的猜想：当年通泉县卧虎藏龙，度量和郑元此二人都是从通泉县被提拔起来的。如果他二人当年与于乾有勾结，却逃脱了罪责，又如果当年御史案的受害者活到了今天，你说他们会想要报复吗？袁嗣成的猜想再大胆，也是口说无凭，不是吗？你让人在赌坊栽赃我，而我抓了你的人，你觉得咱俩谁的损失更大？把军饷藏在官道旁的河里，再在河道另一处撒上这云母来混淆视听，吸引人的注意。妙啊！袁嗣成能消消气了吧？度量刁难你，我倒觉得你的机会来了。他从未信任你，即便你找到军饷，也难逃一死。和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。有点意思。说说，那8万两军饷，你打算怎么花？原本要运去黑市藏起来，现在有了你，就有了更好的地方——芒沟。行啊，谁都想不到，这本应运进圣都的军饷，就一直在圣都。我还以为你会再考虑一下。我不会将这军饷交给度量的，况且丽君很快就要发现他被人给耍了。你这不也没给我时间考虑吗？此时有人比我们更着急。少成啊，刚才话说重了，你已经做得够好了，没必要这样逼自己啊。我记得小时候，大概8、9岁吧，我太饿了，我只不过是吃了官爷掉在地上的肉末，那人就要将我送进监狱里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贱民命贱如草，我阿爷当街给人磕头，一个接着一个，磕得头破血流了，那人才同意放过。再后来，他为了让我和大哥不再是千金，去参加了我们3立武。
阿娘身体本就不好，阿爷死后她重病一场，也走了。安狗的百姓活着的时候，像烂泥一样被对待，死了没人再看一眼。把尸体堆里一扔，分不出谁是谁，就像垃圾一样被烧掉。空气里焚烧尸体的味道，到今天我都忘不了。这些年来，我学到了很多道理。不论我怎么爬，我在世俗的眼中，只能是任人践踏的老鼠。如果我不想让人用刀架在我的脖子上，就要先将他们踩进脚底的淤泥里。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，我们这些老鼠是如何让他们脚下的大地颤动的。顾州，我一定会让这里的人都过上好日子，家家户户皆可安寝，一生无虞。若不是来到这里，根本想不到圣都还有如此破败的地方。你现在看到那么多木屋，还都是四城找人盖的。我们小时候很多人连木屋都没得住，就只能挤在马厩里睡。青壮的把位置留给小孩和老人，有块遮身的布就不错了。难怪会有盲沟人去打龙门赛。你看过龙门赛？没有，听说过。霓裳，看来事情办成了。袁绍成已经上了我们的船。平安，我打探过了，昨夜万国乡周围多了很多大理寺安探。丹心，你通知霓裳，让他把袁绍成引过来。你们一锤子砸翻了都梁和我的船，还把我砸得浑身是伤，我可不得上你的船吗？告诉你，我很记仇的。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你一看就是个小人，5年之后再说吧。切，失踪久了容易惹人生疑。你们赶紧吃点东西，我待会儿差人将霓裳送回万国乡去。多谢袁司城，我自己送就好。行，自己看着办吧。你们两个倒是挺像的，都喜欢与虎谋皮，一个比一个贼。你这是夸我还是损我？可是跟他合作，靠得住吗？反正都在一条船上了。不过度量归顺李氏，我们要想盯死度量，还需要一个人。你想找谁？吴贤儿。这个人我在万国乡倒是见过，好像是在与人幽会。谁？齐君山。就喜欢听你唱戏。是吗？来我家里。来，喝酒啊！待会儿给我多喝点啊。请。来人，添酒。告诉花娘，万国乡的小菜该换了，同一道菜吃上3回就不新鲜了，要常换常新。幸好，这是武蛇人第2回见我，否则武蛇人就要觉得我不新鲜了。不对。你上战禄殿念圣时，我就见过你。今日正好是第3回，所以你要好好想想，怎样才能留住我的兴趣。兴趣？我刚刚想了个法子，让齐君山的手下跑来报信，
哥，义父知道我在万国巷，正赶过来找我，我得赶紧回去拦住他。要是让他知道我与你在一起，就糟了。我先走了。50人别多心，我不过是刚巧碰上了，倒是希望没有扫了50人的兴。怕度量的是他，我可不怕。唉，我给50人倒酒，不管是不是佳酿，50人都肯喝。我以为对于50人来说，我是那个特别之人，这才巴巴的跑来。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。我就喜欢你这厚颜无耻的样子。好了，直说吧，你上我这儿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在查中原案时查到了度量私吞的部分军饷，奏禀圣上后，圣上却未示意我下一步该如何做。多谢50人指点。大懒猪，日上3竿了还不起啊？哎，你看看你这药囊都磨旧了，你说吧，喜欢什么图案？我给你做个新的。洛神赋、不辇图、百兽成祥。我看你像百兽成祥吧你。我姓叶，那你绣个叶子吧。叶子，叶子好，就算凋落了也能滋养土地，来年还能长起来，生生不息。那就等着吧。叶心怡，请。请。哦，海公，几日不见，如今该叫叶心使了。让海公见笑了，不过是个虚职。上次得海公相助，平安早就该来拜谢了。哎，为民做事只是为官的本分而已。刚刚平安经过，看到是与舍妹海嫣有关。嫣儿啊，自小就和普通的孩子有所不同。有何不同？她不愿意说话，不喜欢出府，更不愿意见到外人。但是她倒是有一些作画的天赋，而且能够过目不忘。但因为多年前家中意外走水，嫣儿受到惊吓，性格比从前更加怪异。有术士听闻此事，
跟家母说，嫣儿这是被妖物附身，所以家母坚持要术士每个月来府里驱妖。百善孝为先，我也只能答应啊。海公可否让我见见灵媒？海公放心，不管看到什么，平安都会守口如瓶。义父，您猜的没错，叶平安去了海府，跟梅党确有交集。梅党与我李氏素来不睦，那封密函定是梅党给我下的套。若真如此，梅党手上既有我的把柄，我已经失了先机。对了，叶平安的姑母呢？我派人潜入了医馆，没有发现叶平安的姑母。他一个下九流，还能往哪儿躲啊？蛇打七寸。抓住了叶平安的姑母，我就捏住了他的命门，说不定我能趁机找到反制梅党的机会。唉，我这最后一笔可惜了。义父，这一笔啊，有如猛虎回头，堪比欧阳询在世啊！一个字，绝。那就按照欧阳询的字价卖吧。谁买了我的墨宝，我就举荐他去仓部主事手下做事。家母不许嫣儿作画，把笔墨都收走了。每次术士来，必定会把房门锁上，说是不让妖邪外逃。来，把门打开。可驱妖仪式还未结束。老夫人，打开。哎呀，家母收走了他的笔墨，没想到他自己还藏了这么多炭。嫣儿。为兄带了个医师来看你。没见过吧？是不是比黑色好看多了？来，我们来画画你阿娘，好不好？
这些是你阿娘给你的。你怎么这么大胆？老夫人过去，你怎么就不拦着点呢？取药仪式结束了，老夫人非要去看看，实在不敢拦呐。你是何人？老夫人，我是叶平安，是那个下过狱的巫女。你们怎么能让这种人进来？要是我的嫣儿被他下了巫术，你们谁能担待得起呀？啊！娘，哎呦，娘，你别发火了。那平安就先告辞了，改日再来。嫣儿。我的，当然是你的，谁给你的？娘给的。嫣儿，我的好孩子，你终于开口了，嫣儿。你是用了什么办法？其实对于海燕来说，他并不能明白我们话中的深意，所以平日里你与他说话越简单越好。而且，他喜欢作画，你可以顺着他的喜好，用画与他拉近距离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老身方才呀，误解了叶心一，差点误了小女的大事啊！哎呀，赶紧的，去我房内把我那朱匣拿来。不用，老夫人，这是医者本分。而且我今日是有一事，请海公相助。啊，叶心怡有什么尽管说，我海一平必当相助。如你所说，这度量贪墨军饷，实在可恶。没想到短短几日，你就查出了如此惊人的秘密。平安也不过是侥幸罢了。如今他已经熔掉了贪墨的5000两军饷，销毁了罪证。我该如何帮你？我是虚职，所以不便出面做此事。唉，只要能够为民除害，我海一平义不容辞。那我向你引荐一个人。谁呀？查办军饷案的袁绍成。平安，姑母姑母在鬼市被抓了。谁动的手？度量。我去找鬼叔帮忙。度量绑走姑母，应当是为了要挟我，他会主动找上门的。掌仙使在吗？掌仙使，杜公想邀请你参加府上的夜宴，不知可否赏光啊？当然，我取件披风就来。去找袁绍成。杜公，叶心使，杜某特在府内设宴，恭贺叶心使谋得官职。有劳杜公了，不知我姑母可安好？
我自然会好生关照。吃完这顿饭，我就送你和你的姑母回去。你们4成呢？他出门了。度量派人绑了平安的姑母，平安已经去他府上了。我马上去转告4成。听说度量分了你一间赌坊，你应该进他的府门才对呀。海公的消息还真是灵通啊！只是我若不假意投靠度量，又怎能有机会坐在你的面前呢？良臣不识二主，你既能背叛度量，我如何信得过你？可良臣也不该愚忠。度量给了我赌坊，又砸了我赌坊，我知道，交情向来靠不住，靠得住的只有利益。利益？哼！这天下是圣上的，也是百姓的。你跟我说利，你可知这利从何处来？利从民处来，也该往民处去。正因我深知这一点，所以才来拜海公门第。你为官20多年，一直都不忘为百姓做事。仅康州元年，你相助的民生之事就有100起，而他度量私自贪赃枉法之事，又何止100起？我帮没党，你帮我，这就是利民。好口舌，但是想利民，你可先得知道如何做官。你懂得为官之道吗？还望海公赐教。杜公有话不妨直说。叶心使原本惹上了官司，可很快就出狱，面圣封官。这一步登天的本事，不知背后是得了哪位高人的指点。我的命是圣上救的，官是圣上赐的。若说高人，也只有圣上这位高人。叶心使能夺得圣上欢心，不知可否对我指点一二？杜公啊，圣上的心思，岂是你我能揣测得了的？是杜某唐突了？不敢，不敢。我问你，在画上看见了什么？万国来朝的圣像，我却只看见更简单的东西，色彩。赤黑青黄，若无色彩，画儿不足以成画。我再问你，这人心有几种色彩？爱恨贪嗔痴欲，杂色繁多。若把这个玉字放在官场上，又当如何？世人皆喜欢清官，可这玉又是本性，难求人人能将本性抑制，所以什么？所以浊水方可浊青天，清水又岂能荡乾坤？你果然是个可造之才，可没党从不缺人才，为什么非得需要你不可？因为我给海公准备了一份大礼。那我得看看这份大礼到底有多大。君想。4成，4成，度量的人把叶平安带到度量府去了。什么？我不便露面杜甫，你替我去趟海府，去见海公。是。圣上的心思我的确猜不透，但你的心思我还是很清楚的。你和你的姑母感情深厚，我可以留她多住几日，就是不知到时候是她自己走出去，还是被人抬出去了。
杜公啊，我姑母自幼修行祝由术，你得罪了她，恐怕对自己没有好处。叶心使，郎主，郎主，海公前人来了。叶心使的心思真是剔透的很。杜郎中，海公约了叶心怡去府上看诊，听闻他在你这做客，特意差我来接。海公的身体抱恙打紧吗？不打紧。叶心使，今天的菜凉了，那我就不留你了。记得下次可得吃快一点，别让菜再凉。一定。今夜让你受惊了。平安多谢海公相助。哎，只是我姑母还在度量手上。啊，你不用着急，他知道你我有交情，绝不敢轻易动你姑母。今夜宵禁已过，为了安全起见，还是暂时在我府上休息吧。海燕，你再练练，都可以进宫当画师了。这印记，你见过这女子？坐。来，你见到这女子的时候，是10几年前吗？是的话，你就点点头；不是，你就摇摇头。那你见到这个女子的时候，你阿兄在她身边吗？哟，嫣儿也在啊，那就一起用些点心吧。我实在是忧心姑母，就不叨扰了。海公陪嫣儿吃吧。啊，好。郑源、杜良、叶平安对付他们，难道是因为御史案？嫣儿，为兄问你个事：上回娘的寿宴上，你见过一名来贺寿的女子，她的手臂上啊有这么个图案，能不能帮为兄把它画出来？
听吗？3、2、1，跟着我走，跟我走。娘，就是他！我儿说，他前脚还跟顾青玩呢，后脚就什么都不记得，醒过来就变成了这个模样。你家孩子再用这种让人犯迷糊的邪术传出去啊，会砸了你们顾氏的招牌。是，怪我们教唆无方。这几个鸡蛋你拿着，我们一定好好管教他。这次我就不跟你们计较，再有下我可没什么好说话。走。你慢走啊！你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抢我吃的，还朝我扔石子，我教训他有什么错？哎，他娘！你不要劝，顾青，我警告过你多少次了，不许用你从那些邪书里面学到的歪门邪道。哎，你说你真是的，咱青儿有这个天分怎么了？青儿，你说说，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？阿姨，你跟其他医师都只知医治身体之疾，而我要做天下第一个医心之人。你看看，天下第一，狂了！娘！哎呀，你是怎么当娘的？学医仙之术有什么不好？他不明白，你也糊涂啊！他就是太聪明，我怕他惹祸上。听说你有让人乖乖听话的本事，我们呢都不信。我真会，我可以证明给你们看。哎呀，你可真是个奇才呀！我们这次可真的相信了。喏，这是给你表演技法的赏赐，拿好拿好。哎，他进去宅子，你们也会给他赏赐吗？当然啦，他也参与表演了呀。我们在里面给他准备了好多好吃的呢。你也赶紧拿着钱去买好吃的，等下次我要再看表演的时候再换你来。好，乖。啊。今天给谁看病啊？回来这么晚？跟我进来，快点！怎么了？咱们县出大事了。我今天听人说，有个大官被抓了。县里失踪的姑娘根本就不是被什么山妖所捉，而是他让人捉了，关在废宅里。那些姑娘的清白都被糟蹋了，简直是丧尽天良啊！